Hello， 我是 JJ。这次的3道料理非常适合用来控制热量，而且用了烹大师干贝风味，让豆腐和蔬菜都变得更好吃了。你也赶快来试试看，这样做吧。先来煮蛤蜊豆腐，把姜去皮，然后切丝。豆腐本身会有点豆腥味，姜可以去除腥味，让豆腐吃起来更清爽。葱切成葱花，最后豆腐上面撒点葱花，可以增加香气。煮蛤蜊豆腐要用嫩豆腐，因为嫩豆腐滑顺的口感和蛤蜊的鲜甜真的很搭。先把豆腐切成2公分左右的小块，不要切太大块了，不然口感会没那么好。嫩豆腐很容易破，切的时候要小心哦。用烹大师干贝风味做出的高汤煮蛤蜊豆腐，让豆腐变得更鲜美，蛤蜊也不用担心煮太久会变硬，真的好方便哦。太白粉加入少许水，搅拌均匀，最后用来勾芡，汤汁就会扒在豆腐上面，这样每一口都会很鲜美哦。锅热后加入油，炒一下姜丝，把姜的味道炒出来，再加入豆腐和烹大师干贝风味高汤。豆腐里面有很多水，一倒进锅里就会溅油，记得小心别被烫到哦。煮滚后再加入蛤蜊煮一下，不用煮太久，不然蛤蜊会变硬。最后加入太白粉水勾芡，搅拌的时候要小心，尽量不要弄破豆腐，这样摆盘才会漂亮哦。煮好啦，好香，最后撒上葱花就可以了。干贝价格很昂贵，现在用了真干贝做的烹大师干贝风味，吃得出海鲜的鲜甜，使用上也更方便了呢。现在来做葱烧豆腐，葱白切断，等等要拿来熬葱油的。葱绿切成葱花，姜去皮后切成末，煮豆腐的时候加点姜，味道会比较好。板豆腐切成片，豆腐的水分很多，下面垫一层厨房纸巾，要来吸干一下豆腐的水分。豆腐不要切太厚，大概1.5公分左右，太厚的话味道会很难煮进去，太薄又容易断。上面也垫一张，轻轻按压，把多余的水分吸干，等等煎起来才会比较香哦。豆腐本身没什么味道，用烹大师干贝风味做出的高汤拿来炖豆腐，除了保留了豆腐的口感和营养，还多了一丝鲜甜，真的很赞耶。锅热后倒油，加入葱白煎出葱油，葱白变焦黄后就可以夹出来了。放入豆腐，一面煎到金黄就可以翻面了。翻面的时候要小心，豆腐真的很嫩，很容易破。加入烹大师干贝风味高汤，再加入姜末、糖和白胡椒粉一起炖煮，用中火收干汤汁就可以了。最后撒上葱花，你看颜色很清雅吧？烹大师干贝风味做的高汤，让豆腐变得更好吃了。要来做野菜高丽菜卷，水煮开后放入高丽菜烫软。高丽菜不愧是国民天菜，据说农业年报资料，台湾平均每个人每年会吃掉大约7克高丽菜呢。我也超爱吃的，甜椒切掉里面白白的部分，这个部分的口感比较不好，然后再切成条。要留意蔬菜的长度都要尽量切的一样长，这样包成卷才好看。青江菜切掉根，大片的叶子先切小，然后再一起切成和甜椒差不多的长度。红萝卜也一样切成条，红萝卜的口感比较硬一点，所以要切细一点，口感才会比较好。金针菇切掉根部，再切一半。蔬菜都切好啦，要来包高丽菜卷了。放入各种蔬菜包成卷，包的时候要尽量包紧一点，不要散开，这样煮的时候才不会变成高丽菜汤哦。粗细也尽量保持一致，这样外观才会更精致。这道料理可以选你喜欢的蔬菜，搭配不同颜色，既美观又能摄取多种营养。对了，小秘密跟你说，我每个月至少吃3次这道料理，真的超推荐哦。把蔬菜卷切一半，放入小锅，颜色是不是很好看？看了很有食欲呢。加了烹大师干贝风味，就像是用高汤来煮蔬菜，让蔬菜变得更鲜甜。因为本身有咸味，就不用加盐巴了，减少了钠的摄取量。把高汤加到蔬菜锅里，再加水淹过蔬菜，开中火炖煮到蔬菜都变软就可以了。这道料理一定要学会，让你一次可以吃到很多种蔬菜，真的是减脂期的必备食谱。烹大师干贝风味用来煮蔬菜
蔬菜变得好好吃。这次的料理使用了烹大师干贝风味，让爱吃豆腐和蔬菜的你，每餐都吃得好健康，而且也减少了盐巴的使用。你也赶快用烹大师干贝风味来做看看吧。想要收看更多食物小知识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。拜拜。